这是澜沧江源，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碣多乡。这是黄河源，位于青海玉树曲麻来县麻多乡。这是长江南源，位于青海玉树杂多县茶旦乡。长江和黄河，中华文化的命脉。澜沧江，东南亚至关重要的水源。3条亚洲著名的江河就发源于此。人们将这里称为三江源。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，是唯一有着丰富人类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。它为我们保存了2400平方公里的雪山和冰川。冰川融水从三江源各处的地层断裂带涌出，积少成多，汇聚成河。长江总水量的25%，黄河总水量的49%，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%都来自三江源地区。今天，这里即将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公园。让我们沿着江河、溪流、水滴逆流而上，去看源头。大概3个人啊，第一个上去扔垃圾，第二个上去这样擦呀，就这样擦掉，然后头发就这样，哎，头发有一点脏啊，个人卫生也是这样，就仪容仪表之类的比较差，所以把头发稍微弄乱一点，就是本色演出来。学校来了新老师，就连6·1儿童节的演出也有了新花样。他们临时决定要增加一个讽刺乱扔垃圾的小品。就把这个当成饮料，先暂时演一下啊。来，睡觉，让他们睡一下。那先要分2批吧。直接挑出来的话，有的也不会。不是，这个好的，这个坏的。大概是呢，得就上坡那里的出这个草莓，容易这皮看呢，我们把在那里是，让这边的昂着吃的了，肩马走过了，哎，走过，当然后面像我当初我们的些就是。任清是昂闹村小学的校长，他已经给孩子们讲了10年故事。每个故事里都有草原、牦牛、雄鹰，还有他们身边的这条小河。在任清老师的故事里，逆流而上60公里，这条小河从青海雪山点滴融水的涓涓细流发源，经过昂闹村小学，穿过西藏和云南的高山草原，一路向南。这条河的上游叫澜沧江，下游叫湄公河，流经6个国家。这条大河的两岸总共居住着3.26亿的人口。昂闹村小学的学生全部是来自源头附近的牧民家庭，120个学生全部住校。这是澜沧江源头唯一的小学。
个人只要活得长寿、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富裕。以前，整个学校只有一栋土坯房，有裂缝的地方就用牛粪补起来。当地人称它为牛粪小学。情况从2010年开始改变，学校有了新盖的校舍，也有了太阳能发电。昂闹村小学成为澜沧江源头数百平方公里内第一个现代化建筑。孩子们课间加餐早就有了牛奶鸡蛋，不过早餐吃糌粑的习惯一直保留着。学校也，农民家的口碑也挺好的，然后用处也大。再说乡级校也特别远，可以说是这一方的那些知识、方言的文化，学生的那些前途就是靠你这个学校了。只要你这里有一个好的起步的话，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哪里都可以上。他的年龄1946亿。就因为这所曾经的牛粪小学，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。他们可以留在草原，也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。努力，努力。刚才有同学造的句特别好啊，你看。今天的努力，明天的收获，明天的收获。好，很好啊。2公里外，老师们正在搭建儿童节演出的舞台。学前班3年级的大班、小班、中班这是分离的，真的压力有点山大呀。4年级的话变成5年级了吧？如果再招个学前班的话，6个年级是干的。那就是啊，6个老师一天可以从早上到晚上。他一个人带4个班啊。啊，没有的，他一个人带6个班。这能了解，咱们也这样不好比。刚才那个舞蹈是这个，好像是舞蹈我俩这样人说的就是女子组跳的舞只有一个噻，这是第一个舞蹈，那就是这个换一下，换一下啊。谁踩的？好嘞，真的这里待时间长了，跟他们这种感情跟在这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就是内心深处的那种感觉，跟他们一起学习，跟他们一起去跳舞、唱歌，这个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10年前，任清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师。每个孩子入睡前，都会跟他贴一下脸。一年比一年这个条件好，路也修好了，信号也通了，基础设施各个方面都好的话，来的老师肯定有。条件好了，肯定来，谁都愿意带。那时候也不差我一个了，在。我也就你看带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这就陪父母。
从了也那他把去没行，他张某们就在这个都没行没错，也那还是靠大了，得这个这玩意儿的大了无行。等你手这个那当然了，就是等你得有劲了头呢，浪着了。所有大江大河的奔腾气势，我们都不会在源头看到，它是那么微小、曲折。它是一滴水，是一眼泉，是一条小河，但它就是一切的开始。陪伴源头的，也不仅仅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和寒风，只要这江源之水不停歇的滋润，这被号称为高原花王的嘎峪金秀就怒然绽放。一所小学，在这澜沧江源挺立数十年，成为灌溉孩子们的心灵之源。我去那些当真的那个，那去那些不好，我都是那早上都那去，那几个早上都，好，那，嘎球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，和朋友们一起带走不应该出现在这片区域的东西。过去10几年，嘎球和同伴们一直坚持这样去做。这里是三江源的西北角，北纬35度。这里是黄河的源头。多数时候，这里空旷清冷。即使在温度最高的8月，气温也很少超过25摄氏度。才仁和索南是嘎球的孩子，是兄弟，也是最好的玩伴。在广袤的草原上，尚未成年的孩子很难有机会遇见其他同龄的伙伴。400多年以来，这个家族一直生活在这里。他们是距离黄河源头最近的一户人家。晚上，孩子们都喜欢听嘎球讲故事。相机里有他捡的垃圾，也有他拍到的动物。很难想象，居住在黄河源头的嘎球和他的家人会以这样的方式，与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上数以亿计的人们产生关联。嘎球没有离开过这片草原，
所以没能亲眼见到自己家门前的这股涓涓细流是怎样百转千回，最终汇集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河。但是，他很清楚一点，不能放任源头存在任何垃圾。从前，藏族康巴人放牧牛羊，种植青稞，生活中的一切产出都能够被土地包容并消解。这个狗没办法说，这个吃农你特，但是还你特，这里个再见那个没有办法的。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景象。路边的小鸟或其他动物遇到意外，都会被路人妥善安放。看似随意，却极郑重，既是平凡生活，又是深刻信仰。现在，嘎球和伙伴们负责收捡垃圾，而他们的朋友尼玛接手后续的工作。尼玛要开将近2个小时车，才能从乡镇来到这里，只是为了运走1箱垃圾。从2015年开始，112个当地牧民与政府合作，成立了黄河源环卫队。旷野中，醒目的蓝色垃圾箱，成了黄河源头的又一个风景。河水顺流而下，现代文明逆流而上，两者怎样才能有更好的相遇方式？也许答案就在身边。康巴人感恩自然、众生平等的传统信仰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，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三江源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，为下游数以亿计的人口提供了安全水源。这一切源于他们内心之中朴素而自然的生活态度。生态平衡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法则。藏族康巴人的自然观认为，山水都是神圣的存在。那些近水而居的牧民一直保持着祭水的仪式，他们不能容忍破坏和污染，那是对于神圣山水的亵渎。
这里是长江的南源荡曲，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山路的沼泽地，这里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沼泽湿地。2016年12月，中国政府全面落实对中国全境江河湖泊的高效制度管理，建立省市县乡4级河长体系，保证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，就是河长的职责。今天，他们打算去看看隐匿在沼泽地中的河源。白日望然是占嘎村的村长，热玛来的达俄村是他最近的邻居。长江南源就在他们共同的夏季草场内。我告诉我们，卡里里头，阿里里的，阿里里的，卡里里的，阿里看白的，你看白的，你的。哦呀，卡里里的，当我们卡里里，俺这些全国的阿里里，但你忙了个把它参加他们个大阿里送就也不行。级别最小，看护的却是最重要的源头。俺那个我那了这么，要给他二十的那多出来了。在这个妈妈这个嘛，在这口的那多在的地车在的。OK， 对的。泉水蜿蜒，一路向东，成长为绵延的大江，连接我们彼此。当你呢，这呢长瓜大队，这呢当个大队个，这些是的送门我看我的zon动嘛。我们两个是船建源头的两个兄弟，一个是张嘎村，一个是党二村，两个弟兄。在那寂静的流石滩，在那些棱角丛生的碎石下，在那草地的根系里，亿万年间，这源头流水一刻都未曾停歇。63岁的东都普吴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护林工作，
虽然过了退休年纪，但他还是愿意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巡山。1个月至少20天，都是在山林里度过的。单着村里上的这些人没打送那里拉苏巴人，你咱把们用作的快在下面人家交过来。人们这个大街上，普林呀开了嘛的，把们用作工法，干嘛去做个？马干谁拿谁的这的。为了不耽误巡山，护林员们甚至不愿意为我们的拍摄多停留片刻。1998年，国务院颁布禁伐令，三江源地区的天然林保护正式拉开帷幕。白扎林场从采伐变成了保护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东都普吾正式成为了国家任命的护林员。你我该啥讲的可用的在那外国呢？对吗？你种的大把了，你马上没去落去。马路交叉下车人呢，我呢，那得不身体所看他们的呢。保护山林和动物不仅是国家政策，也是巴买村自古以来的传统。东都普吾从小就是听老一辈这么念叨过来的。快要了做来了，南区的申请做的跟罗瓦用作，说当申请用作了做来，对你这个嘛的呢，这个没得上了，过了怕多中完了，错了我说的他我你妈子了，我说啥家庭快要嘛的呢，没了拿差呢，收了骨架呢，哦有弄得了嘛的，等你拿来差来，看得了嘛，得了嘛个，我说啥家穷的到老百姓呢，咱们家来样弄了。几十年下来。一度消失的野生动物又成了这里的常客，不仅有雪豹、狼、棕熊，也有白唇鹿和藏马鸡。听村民们说，有些地方林木太密，人是根本钻不过去的。说了人看来，他抓来的抓那他来动的，他就了嘛。俺人呢，全部前面，蛮开把前面的，这打龙的，这山内里嘛里的的，等你打他那打龙一落出去那这的装到个打龙，今靠个那上参考把的，哦，今靠个连给没抽回来也蛮着呢。但是没做什么呢，俺多来生他的。白扎林场在三江源头的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出众，甚至也不在国家公园的序列，但恰恰是古老村庄祖辈流传下来的对山林的保护意识，才有了人对家园的依恋，而这份坚持也成为了保护三江源头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我们刚进去的时候，就山里面一进去见不了多少动物。现在山里面一进去，满天都是动物。我们现在最担心这个游客，万一这些弄完了以后，是不是游客往里面进去？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允许进去，非说不进去。
没有这么多藏羚，真的就这样过去。你看现在这个公路和铁路这么近的地方，距离中间都在动。文嘎在这里待了30年，文秀和谢安成则是不到1年的新队员。看了成年，你看看后面再有没有？就这一只吗？就这一只，后面再没有。附近找一找再。再不能靠近了，这个野牛挺大的，再靠近了就不好。4.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，平均在海拔4600米以上，其核心保护区的东南边界长约250公里，与青藏公路重合。可可西里，中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，它创造了很多的第一。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，中国第1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，青藏高原上的第1个世界自然遗产。可可西里被誉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一，在科学、生态乃至人文和美学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这片大地真的仿佛母亲，养育着极地世界上的珍稀生灵。应该时间长了，这个应该一个皮卡车嘛，1个越野车吧。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这个大概我们可能大概已经半个月左右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说不定我们的那个凶山队，山门凶山队的人来进来的那个成员吧。巡山队员们往往需要在第一时间判断出是谁来到无人区，是好奇闯入的游人，是危险的盗猎者，还是心怀善意的访客。几十年来，老队员带着新队员检查或是巡山，是从没有改变过的规矩。那天早上不是下雪了吗？雪下之后，雪里面哦哟，那个真的脏的漂亮。哦哟，哦那好看，真漂亮噻，漂亮，真漂亮。这个真的羊挺多的哦。咱胸后都要了，现在都。就是胸后都要了，真的。咱不胸后的话，这藏羚公路次数比较多。刚才我来的时候刚好好几个藏羚有。就是。索南达杰保护站和武道梁保护站相距几十公里，平时公务巡查的时候，偶尔都会彼此串串门，互通情况，顺便一起做顿饭，慰劳慰劳自己的兄弟。往这边走就行。这是什么样？我们站上面新队员里面也算是我第一个接手去养它的。我走的时候确实真的想，真的想。而且当时我还给就是我们站的微信里面说，你给我发一下小视频。我突然就1个多月没见，我就长了好多。我说，确实是还有那种心里面感觉，其实真的是舍不得。
慢一点。去，别抢他。哎呀，烦着。4个月前，4只刚降生的小藏羚羊遭遇狼群，是可可西里保护站的队员们在巡山途中救下了它们。谢安成和其他队员们心里一直很矛盾。对于这4只小藏羚羊，大家既喜爱，但又需克制情感。他们担心小藏羚羊太过与人亲近，因为它们终究要独自回归自然。这嗨了没有？好，走吧。文秀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放过牧，也做过生意，属于保护队的新生力量。这是干啥的？走过去，然后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啊，然后别影响那些动物啊。你有时候追嘛是那些你别追。没有，哎，我们本身就是搞这个，好，研究的。好，那你们打扰了啊。好，走吧。每个巡山队员的手机里都珍藏着一些照片，每张照片与艰险相关，与情谊相关，更与生死考验相关。这个呢，我们可可西里这个索南大吉保护站小谢，他巡山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。这个路已经冲过去了，所以就是这个路已经断了。你看，差一点就翻了，人都不能动。这最危险的时候照的。文秀第一次参加巡山，就有着要么被冻死，要么被饿死的经历。原本5天的巡山任务，他们整整挣扎了21天。我们就一天走上个12米，10米到12米。这一陷，走了就1步，又陷出去了。最后没办法，我们的帐篷把那个也铺上了，我们自己的行李什么东西都要铺上，从那个上面走还是不行。最后没办法，没地方睡了。外面下雪着，在里面行李也没有，啥都没有，就那个冰雹，就这么大。我们从23号开始一天一顿饭，最后没办法，直接不够，一天方便面1袋。这是我们那个最后一顿的饭。锅里就是一个白菜，还有一个土豆。这时候我们刚好救援来的时候照的，所有的人员都高兴。局长他亲自来我们救援，然后他有一个人员拿了1袋油条，我这一生当中真的。我最好吃的就那一个油条。
在黑市上，一条藏羚羊羊绒披肩卖到了几千美元。有些人为了金钱掠夺资源，攫取生命。但是，就是几代巡山队员的努力，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拼出一支举世闻名的自然保护队伍。现在，可可西里连续10年再没有听到盗猎者的枪声。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不到2万只恢复到了6万多只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，而是标志着整个可可西里的生物链得到了恢复。养路段的工人送过来的，他的窝被破坏了，掉到地上的，送过来之后特别小，毛都没有长齐，大概也就一个拳头大。当时，你看刚送过来的时候，在纸箱子里面，也是比较可爱。你看，当时就是喂它的时候一丁点一丁点的，因为猎隼嘛吃肉，拿个小筷子，来给它一点一点的去喂。现在，无论是开车的司机还是放牧的牧人，如果遇到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，都会送到沿途的保护站。这小黄羊的话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也是特别的小，跟母黄羊走散了还是怎么的，怕遇到危险带回来的。像刚回来的时候，确实，他们毕竟跟母羊待了一段时间。对人还是有排斥心理的，给它一喂饱之后吧，基本上是我们是抓不住它了，迫不得已带回来，只是因为怕它生存不了，但是最终的意义还是为了让它自己生存，而不是在我们的手底下去生存，那这也失去了它们的意义。不到50个人的可可西里保护站。面对着4.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，平衡着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如今，这里已经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，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。一个国家公园，其中应该有人，也有动物，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，都能得到保护。我俩是藏羚羊的父母，然后2017年7月7日13时，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，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。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对可可西里最终的评估报告中如此描述：这片严酷的荒野一望无垠，美景令人赞叹不已。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，有1/3以上的植物，以及依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，都是这里特有的。20年的守候，无论是老一代的队员，还是新进参加巡山的年轻人，他们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，最大的愿望依旧是：无人区，继续是无人区。
立着坐着，你看。起来了，走喽，不跟你们玩喽，是这个。那问题他晚上他住在那是吧？他又不需要房子，他随便窝给这，随便窝给这的。这是一次跋涉2000公里的聚会。中国、泰国、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，各自把家乡的一瓶江水带回到这里。下游的江水回归了源头，这是同一条江水。下游是湄公河，上游叫澜沧江。河流是有生命的，那纯净而脆弱的涓涓细流，养育着数以亿计的生灵。大地是有生命的，微小的植物正在这高原上努力地生长，它们用庞大的根系钻过碎石和冻土，获取水分，面向阳光。源头在，希望就在。